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正常的这些压式的这个战斗机，它的升力系数比正常的这种主翼战斗机会有40%-50%的提高，在30%到50%的提升啊。那么侧板在控制这个涡呢，增强了它的这个涡升力，那么又有可能呢往上提升20-30%，甚至呢更高。9月12号。我们有幸见证了一架新型的气动布局的一个飞机航模，在北京某航模试飞中心升上了天空。这架飞机的研制者呢是傅前绍老师和宋新之老师。它呢长得跟普通的飞机呢不大一样，它在主翼上方还有一个小小的侧板。那这个加上侧板之后，就使这架飞机的飞行性能跟正常的飞机有了很大的区别。那么具体是怎么样的区别呢？今天我们也把傅前绍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请傅前绍老师呢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架奇特的飞机。傅老师，你看，这是我们拍摄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架飞机跟我们正常的飞机它的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它有什么好处？从外观上直接一看呢，很多爱好者就认为这是一款压式飞机。你看，它前面有压翼，后面有主翼，对吧？但是它跟一般的压式飞机呢不一样，是因为在这机身的两侧、主翼的上方、压翼的后方有2个机身侧板。那么这2个侧板装在飞机上以后呢，就会改变机翼上表面的流场。那么这个流场一改变，就会带来了很多新颖的气动特性变化。当然，它除了侧板以外呢，我们在它的尾部的还搞了一对水动侧旗。那么这个水动侧旗和侧板结合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改善它的升力特性、阻力特性以及操纵特性，最终呢就改变了它的相应的性能和飞行品质。我们知道，就是正常的这个飞机，如果是加上压翼之后，就它的压翼呢会产生一个涡，这个涡呢是在主翼上方呢就可以增加飞机的升力，从而呢就是增加它的升力系数。那么现在这种压翼的飞机呢也是比较常见了，像我们国家的歼10，还有欧洲的那个阵风、台风，等等这些飞机都是采用压翼的布局。那么加上这个侧板之后，它对这个压翼布局的这个气动特性改变在哪里呢？前面你说到压翼可以产生一个脱铁涡，是的，可以给机翼增升那么这个原理呢，其实大家也很好理解，都见过龙卷风龙卷风的转速很高，是，那么它的抽吸力很大，是，可以把人牛都可以丢到天上去。那么这个小的龙卷风经过机翼上表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吸力，那么这个吸力就会让飞机的升力呢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个龙卷风是不稳定的，它会漂移，向上飘，向左右飘，那么就会对飞机的气动特性呢构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方向安定性可能就会变坏俯仰的力矩特性也变得较差，因为涡一旦漂移了以后，它这个涡升力就没有了，那么升力突然下降，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对它的整个飞行会构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怎么来控制它？现在没有太多的好办法。国外呢是用电传操纵系统来适应它如果你出现了这种非线性的这种状态，那怎么办？用计算机控制飞控系统，然后飞控系统再调整各个多面等于说就是飞机在仰角的那个增大过程中，它的这个升力变化不是线性的，就等于说我们增大一点引角，它的升力就会增大一点。但如果是引角增得太大的话，它升力会突然的增大，然后突然增大，变得没法控制了。突然又减小，为什么？是的，它的漩涡一旦破裂了以后，升力就上升了，上升以后马上又下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非线性化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在飞机设计方面是不需要或者不希望它存在的，但是呢，你又不可避免，怎么办呢？只能靠电传操纵系统，但是呢，不能最终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机身两边加上侧板，那么用这个侧板形成的新的侧板涡，就可以有效的控制前翼涡，控制机翼涡，从而呢让这个漩涡能量进一步增大，同时呢还不让它漂移。这样的话，无论是纵向、横向，它的特性都有较大幅度的改善。
那么我不需要用电传操纵系统呢，它就能飞。当然，装了电传操纵系统，它的表现就会更优异，不光是飞行品质改善了，飞行性能也有所提高。刚才付前尚老师介绍的这个过程呢，我大概再捋一下哈，因为可能很多网友他对气动呢就是不是太了解。意思呢就是说前面的压抑它会产生一个漩涡，这个漩涡呢在主翼上方呢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但是呢随着飞机这样仰角的增大的过程中，这个漩翼呢有可能脱离这个主机翼，也有可能破裂，所以造成了这个升力的一个特性呢就急剧的变化。另外呢，它这个如果有侧滑角，那么这个涡的左右漂移也会对这涡它可能除了上下的这个漂移，还可能左右漂移，有可能造成很多的一个气动的问题，造成升力的忽大忽小。我们飞行员呢是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这个升力的变化的，如果是不用这个电传操纵系统呢，就有可能是机毁人亡了。但是呢，傅老师呢是用这个侧板，就是呢它可能是这一个空气动力的一个组件嘛，它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涡给控制起来。就是把这个前面的这个种涡给串起来，让它不那么不受控，是这个意思吧？对啊，那么加上这个侧板以后呢，它的气动布局就变了，这就不是压式布局了，而是变成了侧板压式气动布局。那么这个侧板对压翼、对主翼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无论是压翼偏不偏，它都会对压翼的这个漩涡和气流的分离产生影响。控制压抑气流的分离，同时呢也控制压抑所产生的这个漩涡。侧板其实呢它本身也会形成一个漩涡，但是这个漩涡呢不是像压抑那样的是脱体涡，而是一个浮体涡。那么这个浮体涡和压抑产生的脱体涡两个人就会发生作用了，而且它们旋转的方向是相反的。那么两个相反旋转的漩涡会有什么特点呢？互相加速，因为在交接处呢是这个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因此它的涡的旋转速度会增加，旋转速度增加了，强度增加，强度增加，它的涡升力就会进一步提高。那等于说就是它除了控制着前面产生的涡，它自己也会产生一个涡，而且会把前面产生的涡加强。对。那么这个加强后的涡会给飞机带来的变化有多少呢？比如说它的升力系数啊，会有多大的变化呢？如果说机翼的升力为1，加上压抑，那么它的升力呢可能就变成了1.4，或者是1.5。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正常的这些压式的这个战斗机，它的升力系数比正常的这种主翼战斗机会有40%-50%的提高，在30%到50%的提升。那么侧板在控制这个涡呢，增强了它的这个涡升力，那么又有可能呢往上提升20%-30%，甚至呢更高。那么这关键是要看你用了什么样的压抑和什么样的侧板。那么它是有一个协调关系的，那么协调的好，那么最终可以获得非常大的升力系数，从而呢使飞机的失速迎角有一大幅度的提高。刚才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加上侧板之后可以让飞机的失速迎角会增大。我们知道那个飞机失速呢，是因为在仰角增大之后，它的这个气流跟主翼分离造成的。加上侧板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侧板只是在主翼上方的这个根部的这一位置，它是怎么控制这个前翼产生的这个涡呢？前面我们就说到了侧板这个涡可以控制前翼的脱体涡，那么怎么控制呢？把它吸引过来，而且互相加强，这还不算，还让它不能左右漂移，还这个上下漂移，这样这个涡就稳定了。不但稳定了，它的能量增强了以后，它的破裂点推迟了。比如说我30度时候、20度的时候它破裂了，现在有了侧板涡以后，它这个破裂点呢肯定推迟到35度、40度，这样的话呢就大幅度的改善了它的升力特性，使最大升力系数能够提高，然后可用的迎角也会提高，就延迟它的这个分离。对。刚才您说它是可以把这个涡牢牢地压制在主翼上，使它分离的这个角度呢会很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整个升力的变化，它是不是那么剧烈的？对，就变成线性化的了一般的这种利用脱体涡产生升力的飞机往往是这个
升力的变化比较剧烈，一会儿有涡，一会儿没涡，它就会出现非线性化的这种特征，那么对飞行品质会造成影响，而且对升力技术的这个改善呢，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有了它，可能就这方面呢，就有所改善了。好，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先介绍了这个航模的这种气动布局。那至于这种气动布局未来会有什么应用，请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感谢傅老师给我们的讲解，再见。